没输过，对，还真能抢。那这样的话就是 AG 如果抢苏烈，那京东就要出张飞了。对，他这个苏烈得拿的，因为大帅没张飞了。他如果把这个苏烈放给无畏的话，那大帅这边其实就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用来跟他去做对抗的，就比较棘手了。是的，到时候让京东组个双前排就难受了。现在变成 AG 他出了苏烈之后，他可以组双前排。还有就是在评论区，朱春老师一直在念叨的这个大司命，哎，苏烈加大司命，这一手直接组一个强势中野辅，中路位置上长生有嬴政有沈木熙，那拿不拿呢？还有个小乔来了，说来他就来，一贯长歌。中意的 FMVP 英雄大司命沈木熙，今天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中意能够拿出这个英雄来，但是跟大家同步一下啊，比赛服还没有更新啊，跟大家同步一下，大家可以在正式服现在已经先用上了，但是中意作为 FMVP 的拥有者，他在比赛场上还没有各位有本事啊，他在这场比赛只能在 BP 的界面看一下自己的皮肤。自己还用不到自己的 FMVP 是的，因为比赛服还没更新。比赛服现在是7月2号的版本。京东的话用安琪拉，这手安琪拉去打一下大司命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会在打野上配手夏侯惇，好跟他接 combo。芈月搬掉之后，看 AG 阿古朵要帮大司命去造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其实已经有个安琪拉了，有个安琪拉的话，大司命已经没那么好发挥了。京东只要能在那这几个英雄里面选到一个跟安琪拉配合就行了。有个赵云，对，一个夏侯，是的，这种都能提供前置控制的。还有镜也是一个，但镜已经被送上班位，那 AG 剩下一个班位，赵云和夏侯里面只能搬一个。京东搬掉了关羽。搬一个单线打司空阵的芈月，还有一个打团厉害的关羽，那说明京东这把的射手位应该是个比较怕关羽的。京东现在在阵型里面比较怕关羽的苍，其他都还好了。哦，敖影还没有搬啊，敖影得搬掉，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再给京东拿个敖影。驰骋草原啊，京东最后一班是空班了，浪费了一个班位，选了一手苍出来。那搬关羽的话，其实也就基本上拿苍了，因为他剩下来的英雄里面，比如说像敖影啊，虽然说已经上了班位，然后还有公孙离，对吧？还有赤煞，这都不怕。是。世上无人成功之事。AG 选赤煞。边路他可以拿达摩或者老夫子，一个是讲究前期对司空阵的压制，另外一个是后期。老夫子 AG 选择在边线上做了一手后期，因为他的中野辅足够强啊。但京东赵云这把可能不是很好用，要不来个夏侯惇，能扛的时间久一点。对。因为对面其实没有一个太好的目标让赵云去切。其实渲染老夫子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在今年的话，夏季赛这是第一次选择老夫子。前面使用的老夫子呢，在今年的上半年是拿了3次，仅赢了1次。但是这把他的老夫子打司空阵的效果是有的。六耳，哎呀，我们今天盼了一天了 ，S5的六耳终于给我们盼到了。不过这把六耳真的好发挥吗？这把六耳。首先考虑他能不能跟安琪拉接 combo，肯定是可以的。对，他也是那个效果，就是我无论是1技能还是2技能，都是可以把人在那定一下，然后安琪拉就可以把2、1、3全部打上去，打一道 combo。而且他这个可能在爆发层面上来讲，要比赵云和夏侯惇更高。因为六耳的2技能在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 AG 的这套阵容有哪些英雄对他能有影响。他在2技能立棍的情况之下，老夫子捆不着，1技能拉不着，苏烈拍不着。大司命吸不着，沈梦溪也炸不着，对吧？你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好用，好用，就是看完了之后好像很好用。
那效果怎么样？看局内。对。但最近像中艺的话，还有很多的 KPL 的打野选手都在练六耳，我也都看到了蛮多的切片。但是大家在这个英雄上有哭有笑，啊，褒贬不一，比较吃阵容，而且这个英雄后期其实挺弱的，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前中期厉害的英雄。对，我们昨天看到六耳洛尘当时使用前期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也看了一下网上很多人的评价，以及在国服榜单上的六耳的出装跟赛场的环境确实不同。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六耳的出装，它对于无尽战刃这件装备的诉求会远高于其他装备，但是呢，在赛场上似乎这件装备被职业选手们舍弃了，因为的环境不允许。如果你出无尽战刃的话，意味着你的扛伤能力就会变弱，但是如果你没有无尽，那六耳又会变得很难切人。但是这把比赛的话，打 AG 的这套阵容，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射手，它全是跟你贴脸博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六耳就不需要太过多的去依赖输出装，而且它的双边是司空阵加上仓，输出是肯定够的。对，但如果想在前期具备着前中期具备着击杀大司命的能力的话，可以做全输出。他如果做暗影战斧加无尽那一套，他一棒子，安琪拉接213，然后他 A 再接一棒子，然后再接个大招。他大招锁进去之后，这把是有人可以接他出来的。对，张飞可以吼一下，张飞吼一下可以接六耳，放完大之后再一个二技能好了，撤场或者继续打，选择很多。还有六耳上去吃老夫子捆，捆完了之后一个二技能立起来，立完了之后再放个大。先敲一棒，敲一棒再放，敲一棒，敲一棒再放。对，然后立完了之后再放个大，老夫子大结束了。是的，有没有这种效果？我们看一看啊，画面很美。对，来吧，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4局，中艺的 FMVP 的英雄大司命以及无双的新英雄六耳。我是九瓶子，我是杰柔黄超，比赛开始。这比赛无双的六耳带的是百川加5夺萃，百川那一套常规的，他出招可能要跟洛尘一样了。对，就做暗影战斧并跟做黄盾那一套的。这波主动进野区，看一眼，想反蓝没反掉。是的，无双回头反敲一棒子，跟双方的游走都往这边在赶，苍也给一个跳，然后神木机过来一个2砸一下，然后再丢脸往外退。镜头里的中艺，因为比赛服目前的版本是7月2号的版本，所以还没有时装它的 FMVP 皮肤，要等到后面才能够在比赛服里面看到。但是大家在正式服进行购买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是的。第一视角，中艺平时六耳练的也挺多的，他应该也知道这个英雄爆发特别高。对，对面这个六耳加安琪拉的组合是 AG 前期主要要防范的一个组合。六耳的前中期实在是太强了，尤其是他在暗影战斧出来之后，那一波爆发加上安琪拉，足以把大司命给秒掉。对。因为他只要2技能敲出献祭的效果之后，他的1技能也能够一定接上。在这个时候，安琪拉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把自己的2-1大打完。所以中艺这把肉刀大司命，第一件应该还是要先做一个黄盾，先把坦度叠上来，到时候可以在中期的时候靠着他们苏烈和大司命的这种双前排的坦度，直接去进北京京东他们的野区。进野区看一眼，安琪拉贴脸2-1大打一套，哇，这波轻柔很细节啊！他等大帅快走到槽里的时候再放这一套，能够有概率直接打出大帅的被动。是的，他如果远距离放的话，大帅可能走掉状态还能够保持在1半左右。张飞喷大，一棒子 A 一下，再来一棒子 A 一下，一个大招中进去，越塔强收，然后再2技能敲出去，扛塔没死，一丝血。
但是在上路的位置，心中的安琪拉是被 AG 的3人带走，这波苏调被打出被动。哎，最后这一下丈八蛇矛没把被动打出来，保留了一个被动，无双这里反个蓝 buff 就能走了，然后再吃一波中线。哇，这波六耳发育的好爽啊！关键是他在对位上造了波击杀呀，影响了大司命的发育。大红刀已经出来。 看一下这波啊，上路的位置，蓝光明司空刃在正面，安琪拉叫完了2。啊，老夫子藏了波视野进草，然后青龙想进草的时候，一个1技能接打，渲染这波很细节。然后苏烈赶过来啊，顶上去，老夫子再一拉，然后这波中路，这两边同时在发生事。对，大司命先被敲了2棒子，是。 一直在打，然后这一棒子，六耳他因为甩棒子有一个向后撤一下再向前的一个动作，导致大司命这大招没能够把血量抬起来。没错，被拉扯了。大司命这一波开大招，继续吸，但是六耳用大招不可选中规避掉一波，然后再往回拉扯一波，再上去再给一棍，往外拉扯，用被动往回跳了一下，然后再用2技能又敲陷地，再用1技能再敲陷地，再贴身之后配合队友收掉中野大司命。 这个熟练度非常高，非常高。他把自己的强普的那个被动的位移运用恰到好处。对，尤其他大招结束之后，他出去他那个2技能能敲到人。哎，安琪拉。 蹲到了，打一套能杀，能杀单杀，一波中右草青龙蹲到了一诺。来回看一下这波龙团啊，看无双2技能先敲到地上，然后把大司命的1技能打出来之后，往回推的过程当中把龙拿完，拿完自己吃极火，这个时候大招规避掉极火伤害，然后再往回拉扯，2技能再上去，然后1技能还顺带敲了一个吃叉啊，然后2技能又好了，这里再敲一手大司命，再接1，就追着一路打。 哎，这波张飞吼了3个，是的，配合队友一起，张飞是收掉了长生的沈梦溪，然后再转中路推中路的1塔。这把京东在整个前中期已经把 AG 给打爆了。京东这一局他们野辅之间的配合非常漂亮。是的，无谓的张飞的大招再配合无双，这个六耳的伤害。 就感觉这个野辅组合就打出了全都是控制的画面啊！对，就这个时候，无双六耳第2件的出装的选择上，一定要来把无尽。这时候来无尽吗？对，一定得来把无尽啊！再把伤害拉高一点，这种时候在正面碰撞下面，他们会更加暴力。但是他出了个布甲，那看样子是要做个防装了啊，要么是个黄盾，要么是个冰痕之握，很团队。 那但还是那句话，他的双边够强，他的双边一个司空震一个仓，他有2个 C， 他在这局比赛中野辅其实已经把 AG 给完全打炸掉了。蹲到，又消耗一波啊！这种中野辅大优局面，双边发育的会很舒服。打野对位已经2000经济了。其实我也理解皇上说的这种概念。 就在这个时候，你出输出装就很容易杀死比赛。是的，因为六耳这英雄一般团战，很多自己玩的时候感觉就是有去无回。你要么进去把对面全部杀完啊，要么自己进去之后，然后大招结束就死。就你别想着进去之后你还能出得来。是的，这把有个张飞在啊，张飞直接喷沈梦溪2技能跳走了。所以张飞是一个很好掩护六耳出场的英雄。对，也是一个很好配合打先手的英雄。就大家在玩六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配一个前排辅。 是的，尤其是这种能拆火的，最好是能拆火、能开团的那种。要做黄盾。仓的话，第2件是幽影袖剑。渲染老夫子掏出一个冰甲。上路要留这个老夫子。 开大，但曹里有人。看一下，吃叉直接1技能贴脸 ，A 2下，司空震再回头跟队友一起找吃叉的麻烦。这波看能走吗？那没办法走了。
因为苍离那个防御塔太近了啊。所以吃塔不太好追，如果想退的时候也退不了了。他那一波如果真的要硬打的话，就是连人带塔，看那个残塔能不能一起 A 掉，A 完了之后再去杀小韩。但是小韩有幽影袖剑，对。原本是想让轩辕去勾引一波的，然后在草里蹲着，让一诺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去把小韩给秒了。是的。制霸野区成7，我让7600的经济啊！也拍一下，一波集火带走了青龙的安琪拉，这波应该是安琪拉在这个位置蹲人吧？想蹲人，结果被开了啊！那这波安琪拉阵亡的话，京东这红区就打不进去了。人到礼到。武双是补了个黄盾出来。走远线。但老实讲啊，京东这个阵容如果要是跟 AG 往后期拖的话，你让老夫子装备起来之后，你也难处理啊。是的，老夫子打京东这个阵容很能打的，他2技能开着追着 A， 只要六耳第一时间他们能解决掉。这个阵容老夫子后面团战很无敌。其实最近我有看蛮多六耳的视频和直播的。也有看到很多六耳在大优局面之下，后期没有迅速的终结比赛，导致翻盘的。所以这把对于京东来说，虽然双边英雄帮他们兜了后期的底，但是目前的这个经济优势，其实有一半都积累在无双一个人的身上。被耗残了，得走，这个蓝也反不掉。苏烈一个奔狼接个大，张飞直接喷。很果断，但张飞没大了，马上又是个龙点，苏烈这波也没大招，但是大帅是属于取消大，他是在张飞要吼的时候他自己取消的，所以他大马上就好了，返还 CD 了，大招好了，他不是那种被张飞打断的大，他不是被他逼迫的，因为打断大的话，吃到控制会直接原地放，对，他自己取消了。一诺做出了明刀。直接冲进去，老夫子给了个捆，一直拽3个，再给个兵甲兵3个。司空阵这个位置直接开大跟过来，吃大给了个2技能狙了一下，但是没有能够收掉残血的安琪拉，然后自己这个位置想走不了了。无双也把龙拿了，然后还切掉了一个吃叉。六耳再过来再敲一棒子打进去，跟上去收掉了轩辕，还能再留，再来一棒子换司空阵上去补伤害，将中一的大司命拿下。一波团战打了个0换3。老夫子绑了个六耳，没啥用。六耳在里面能自己化解，就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他放大的时候无法选中。大招规避苏烈的大招，然后再往回跳，2技能再撤出来。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啊，这波是老夫子大闪先手啊。应该是想绑后面的仓，他看到了一个捆到了六耳，然后六耳在这个地方原地，你后面跟不了伤害，一个大招化解了其他的集火，然后冲进去用大招被带进去之后把龙抢完回头跟司空阵处理掉了吃叉。这波光明的留点也是非常漂亮的。在那个位置，对，刚好是一诺的吃叉想要过去给到后排青龙压力的时候，他给了一个2技能，但此时此刻青龙的状态是能够扛得住的，所以差一丝血。这时候光明从草里杀出来。本局比赛无双的伤害占比是33.9%，分均经济894的六耳。模式也有了，看他最后一件装备出什么？最后应该血手。12分半钟的时间，11000经济，然后同时司空阵经济也即将来到1万。老夫子7000，这个时间点 ，AG 接团都是怎么打不过。就在这个地方立棍，谁敢过来就敲一棒子。然后如果此时的 AG 过去想要集火他的话，无双一个大招也可以化解掉。这个时候还做出了血手，容错率拉满了，身后还跟着个无畏的张飞。
所以导致了 AG 是绝对不敢再出来像刚刚一样去集火无双的。2技能敲，再接1技能，再打一套，安琪拉接2接1，大招想2闪直接去留吃叉，是的，差一点距离，绑了个张飞，老夫子。哎，张飞是有大招的，想要逼张飞的大招开起来，一个治疗化解，手里还留着大招，现清就完了。该醒醒了，小傻瓜！要等下波暗影暴君。 2路高地都已经破掉了。等下一波的龙拿到手，京东就可以尝试打一波，避免雁长梦多。京东并不想把这局比赛拖到大后期，不能等到老夫子起来。一诺做出了破晓，2个暴君再进红区。 把兵线送过来，感觉这个团战可以先让六耳上去卖，他现在经济可以换复活甲，卖的时候留个大招，然后换复活起来之后再交大。又来这种方式压塔，谁过来就敲谁，敲到打出名刀之后，直接冲进去想秒掉之炸，最终还是越泉水杀掉了。不过自己也扛到了泉水包之后倒地。中路兵线清完，司空在旁边一直 A， 大石板头被动。兵线来了，看能上路高地，京东能不能拔掉？张飞还捏了个大招可以保护一下仓，应该没什么问题。而 AG 选择了清中路的兵线。 老夫子给一个拽，但是不敢捆啊！这是个张飞。现在的阵容就是无双，哪怕冲进去跟一诺换掉了，但是光明和小韩只要还活着，张飞手里有大招 ，AG 依旧不敢出去打。是。而刚才那一波的话，无双他是立棍，找到机会了，看到就这波吃叉在他攻击范围内，所以上去跟四公阵打了个配合，直接把人先打残了。因为有个名刀的关系，所以扛了很久。然后被苏烈顶回去对，了，被苏烈顶回泉水里面去了。他是大招跟了过去，然后刚好跟到了苏烈的身后，苏烈一个2级能给他顶回了泉水，扛了泉水炮。太想去把这个吃叉给杀掉了。 苏烈蹲好，绕了个后啊！对，不知道京东会不会安排人过去排一下草？司空阵去找了，司空阵找了，但不彻底。对，找了蓝区，找了上路2塔草，但是大帅蹲在了京东的上路 L 草，这波要出来，有没有想法？球队已经落位了。 这边看谁给压力，许大了，是准备出手，拍大司命跟老夫子直接出手，苏烈跟过来一个2级的直接顶回了射手，张飞给他们拍了一下仓，直接化险为夷，拉开了距离，回头反点，但是张飞回头给了个盾套了一下，司空阵在人群里面，回头反打，一技能再拉扯出去，下路有一个龙兵在这里，大帅看能不能把兵线的仇恨给拉扯一下，被打出了被动。 啊，这波很危险啊！但是小韩还是自救成功了。无畏拆火拆的也很快。对，这一个大招把位置封住，然后让小韩跳了出去。再立棍，回头敲，大司命开大招，开始吸，青龙直接被带走，但大司命也一丝血。六耳再敲一下，然后往外拉扯，大招开起来，老夫子往前顶，给个印象拽，但是六耳跳走了。 打掉了青柔和小韩之后 ，AG 又守住了这一波的攻势。老夫子这个经济很能扛，刚才发现六耳去敲这个老夫子，感觉有点在跟老夫子挠痒。修身，这阵容打到后面，老夫子就是这个画面。对，到时间了啊，到这个点了，已经18分钟了。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波啊，看这第2波啊，这是第2波了。第2波苏烈和沈梦溪的一个配合，直接秒安琪拉，你的大闪拍2个，然后沈梦溪后面一颗雷又把仓给收了。 然后在失去了仓之后，安琪拉也倒了，
所以正面这个大司命啊，你就处理不了了。然后加上老夫子，你也没有像安琪拉这样的爆发以及控制去管他。伤害占比52.8%的沈梦溪，分局伤害12000，分均12000的输出，真是个大炮台啊！ AG 能拖这么久的关键先生之一啊！长生的沈梦溪，他在这个赛季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就看看这把能不能赢，把这个100%延续下去了。像刚刚那种画面，京东应该不会再让大帅再来一次了啊！是的，太吓人了。这得亏是无畏的张飞啊！这如果不是张飞这个英雄，就换个别的游走，应该那一波都炸了。对，只有张飞能喷出那种破坏对方阵型的大招。但这把也是在 BP 上做好的嘛，就是把这苏烈放出来 ，AG 绝对不会把这个苏烈放给无畏的。但是无畏手里是有这个消耗。 直接是把安琪拉要打残了，真给 AG 拖到了20分钟。沈梦溪这个火力太猛，现在经济差只有2000了，叱咤老夫子都被拖到了神装。尼诺的这个名刀也是满级名刀。 六尔开始乏力了，已经非常乏力了他，除非他能够打倒沈梦溪。他现在换输出装还来得及吗？现在来不及了，他现在啥装备都已经来不及了。对，这英雄强度已经到了，到这种后期就是感觉弱了很多一下子。现在就只能指望光明和小韩了，就团战后续的输出环境。太碎。 就老实说，这个阵容，老夫子现在站在前方就已经够小韩和光明打一阵的了。如果团战小韩万一不小心被 AG 给秒掉了，那京东这个阵容就是伤害不够，对，他们就杀不掉老夫子。你毕竟像4公阵，别看着好像输出挺高的，但其实也很脆。是吧？复活甲穿身上的。沈梦溪。 面具日暮之流加帽子大叔，然后身上还有一个高容错，高容错就是吸血书加上炽热支配者，是他炽热支配者加吸血书，他的一个续航能力也很强啊。老夫子上面打了起来，是的，想过去直接集火，但是在过程当中，苍野点残了大司命，老夫子位置被4个人打到了残血，只能往回退了。AG 的上野都被打残，但光明也得回去赶紧补状态。下路的线。 之前是被一诺一直送过去的，这里推了一波高地啊，把京东的下高推残了。但高地不炸就行。现在 AG 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的3路高地全爆，线太差了。京东可以情绪牵制，京东上路线好，直接用这条龙逼团，逼着京东，逼着 AG 过来打拉扯。想打。 上去先集火打张飞，张飞2技能跳帧跳走，老夫在这个位置直接捆到了仓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了，看有没有人能够跟上输出，能够打出仓的一个复活甲站起来，武双这个位置先被一诺给处理掉了，仓也倒地，那京东这波团战是彻底毁了。哇，轩辕这波在人缝里面一个人穿针引线控到了小韩，捆到，他控到的还是一个开了幽影袖间的仓，是的，无所遁形啊。 然后此时安排一诺去上路处理兵线，其他人在这里拿风暴龙王，剩下光明以及新荣2个人。光明在这个地方想过去看也不敢。大帅手里收技能的，手里有大招，他也顶不住沈梦溪的伤害。对，防止红背有人，甩颗雷看一看。你总要为自己过世。把风暴龙王拿完。 经济已经完成反超啊！这一局比赛的，我记得最大的经济差似乎已经来到了7000。京东这里面有2个英雄在后期的战斗力上面都比较弱，就是安琪拉和
这个6-2，英雄但 AG 故事，抛开肉装大司命不谈，这老夫子吃叉跟沈梦溪后面是真的很强。很强，强生把炽热之辈者换成了冰杖，扎过去挂个减速，嗯，上路的龙兵进塔，安琪拉交完技能给大招，但是摸不到龙兵，被苏烈的位置逼得很靠后。这样的话 ，AG 是破掉了2条边路的防御塔，这样京东之前建立的双边的兵线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再转中破中路，3高反破，冲进去，老夫子又捆到了小韩，轩然没开2度啊，连续2波捆到主 C。苏烈回顶张飞，再起火将张飞给拿下，长生2连击破。无双这个位置也没办法，一颗雷把安琪拉赶走之后，完成翻盘，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1拿下比赛胜利，断掉了北京 JDG 跨赛季的 BO5 16大场连胜纪录。也就是说，目前依旧没有队伍能够去突破，去影响到 AG 目前他们创造的跨赛季 BO5 的19大场连胜。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再次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请中艺留步，我们其他选手可以暂时下去休息。中艺留步，中艺接受采访，我们其他选手。